来西亚最著名的地标，也就是双子星塔，也叫做国游双塔。不管是旅行团也好，背包客也好，自助行也好，第一次来到吉隆坡的人都好，你在吉隆坡的市中心，你一定都可以看到这个高耸的双塔。在这边双子塔还有百货公司，你可以在底下去 shopping 一下。上面呢也有高空的景观台，可以欣赏吉隆坡的风景点啊。也许在现在的旅游环境当中呢，出国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啊。马来西亚啦、新加坡等等啊，更是家常便饭可以旅游的地方啊，很简单啊，不觉得像出国一样。但这两个地方呢，其实很多人也许来过一次就不再来，但我觉得这两个地方呢，带有它城市的魅力跟特色存在啊。有机会，其实很久没有到这个地方来的人，可以再次来这个国家来看看啊，看看这个国家的进步，看看这个国家的发展。如果你20年前来马来西亚，我相信你20年后再来马来西亚看，绝对是不一样的感觉哦。马来西亚的特色，马来西亚的风光，马来西亚它所带给你的城市进步，绝对还是让你有一点刮目相看的。虽然它的震撼性没有来得比新加坡震撼，但是还是非常值得一游的。巴比伦的购物广场，在这里面卖的东西只有一个特色，就叫做贵啊。为什么呢？租金贵嘛，地标好嘛，就像台北的101大楼一样的地标。而马来西亚的101，像台北101的代表，也就是双子星塔，也是电影取景的地方哦。中国跟马来西亚合建的黄金港，中国自称是贸易港，但新加坡却认为中国具有军事目的的，表面上只是一个贸易的港口。黄金港，皇城的皇，北京的京，建成之后将取代了新加坡成为该地区最大的港口，冲击了新加坡的国家航运位置哦。这里呢将方便中国的远航舰队补给作用。新加坡的媒体认为呢，黄金港减少中国在马六甲海峡航运的风险，并弱化新加坡的战略地位。所以你说了哈，现在了哈，哪一个国家呢不是在跟你打上国际的经贸战争啊？现在啊，以前的中国跟你军事文攻武吓啊，现在还跟你文攻武吓嘞啊！现在呢，世界震惊呢，一定从枪炮弹药搞到什么经济了啊，用经济搞垮你啊！这个跟不卡搞哈，已经不是人家来抢你饭碗了哈，是你啊根本就没饭吃哈。所以呢，必须懂得走向国际社会去。我们现在来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咖啡制造馆。酸甜的。当然，如果做成巧克力呢，我们就没有吃它，就把整个果荚拿出来，经过7天的发酵，在7天的晒干，它就形成这个可可豆啦。然后这个可可豆呢，我们就把它放进机器里面，把它搅碎、挤压它，然后可以得到这两个东西哈。这两个东西很重要，可可就变成这样。对，这两个东西呢，所有的巧克力呢，都是一定要由这两个东西做出来的哈。如果外面巧克力商呢没有用这两个来做巧克力，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要节省成本啊。首先这个呢就是可可脂，可以做成白巧克力；这个呢就是可可糊，可以做成黑巧克力。如果这两个呢合在一起，就成为第3种，就是牛奶巧克力。通常很多商家呢，他们不用这个可可脂来做白巧克力的，因为它这个除了可以做巧克力之外呢，它可以做成你们女生的糕。来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我们慢慢的，在这个城市里面呢去游走，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很多特别的地方啊。像现在我们的车型呢，在吉隆坡的市区，你可以看得到，在吉隆坡市区行走的这个车辆呢，街道啊，你会发现什么？非常的笔直，非常的宽广啊。那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到很多的重点啊，这些重点呢包含了什么？包含了马来西亚的
城市规划，道路的笔直、道路的宽敞、道路之间的流畅度，这个城市规划就是以前的英国人来家通敌的时阵帮基隆坡做的城市规划。所以你说呢？他厉不厉害？他行不行？有搞了英国人100年前就正到规划城市啊，到今仔日的这个澳洲的国家呢，一样首屈一指，还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啊。这个也就是它具有独特魅力的地方所以我说这个国家的城市建设，我常常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经过这么多年了亚洲除了日本以外，还没有半个城市呢能够超越过欧洲人或者是美国人当时的这一种城市规划，能够跟得上他们脚步的，这就是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很特别的，这个门票好像绑头发的那个绳子一样 ，OK 吗？绑头发的那种。然后呢，而且它有每一个有英文字母，好像所以呢，它给什么呢？所以你们一定要绑在你的手上 ，OK 吗？不然的话，他要跟你收5块钱 ，OK？ 哇，板上有个箭头，有没有？那个箭头我告诉你，晚上睡觉突然间 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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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ng， 闹钟在响，那个警钟在响的话消防钟在响，赶快看那个方向，它往哪里呢就往哪里跑，知道吗？只将墙壁你去弄表祷告啦，拜哈拉用的。那个呢就只放对，好了，那是后来的那个方向呢，就是告诉要拜阿拉的方向。来，各位看右手边白色的，就是我们的旧的火车站。刚才我问回家你有摸不？以前的火车站就这一边。然后呢，那个就是马铁的办公楼，就是你们台湾铁路，那是马来西亚铁路，这是台铁那马铁的办公大楼。这个建筑物呢，OK 都是游客来的。然后呢，你现在看到呢，这个建筑物呢是以前的英国总督府办公大楼，这整片都是 OK 吗？这个呢，在双子星没盖好以前，我们的代表性的建筑物就是这个地标，好像金马六甲，你们看到那个古城。新月叫叶亚来，叶亚来嘎语，他是客家人，所以这边都是客家人。因为还是清朝的人，所以还穿着清朝的官服，他自封的。他当时这个华人也是华人的领袖，也是华人的法官，全部由他来搞定 ，OK 吗？然后呢，这边呢打着后来马来西亚的皇帝，这个呢就是土皇帝，然后呢跟英国人，然后开会，然后接着我说我给你们英国人管。所以呢，就变成现在的马来西亚独立。我们这个就是国父东姑阿德拉曼，然后这一位就是马币上的人头肖像 ，OK 吗？就是第一位国王，他宣布我们独立。这个呢，就是在倒数那一天，8月30号，就在这外面倒数，我们这个马来亚正式独立 ，OK。然后呢，这个呢，看到英女王批准我们独立。这个呢，就是基隆坡，好像新北市，好像台北市，真是本来是属于雪兰莪州。雪兰莪州就等于现在的新北市 ，OK， 就是以前的桃园县，然后后来呢，才从那边独立出来，然后就是直辖市啦，所以基隆坡是直辖市 ，OK， 那就这样，这个是签署文件，这位是马来西亚第2位首相，就是现在那只鸡的爸爸。那只鸡的爸爸然后这个就是1849年的吉隆坡，就是这样。所以吉隆坡经过2次的灾难，才有今天的吉隆坡。第1次火灾，第2次水灾 ，OK 吗？所以才有今天的。然后后来呢，开头是用木了火一把火烧，结果呢又用水泥，结果这边常常是淹水，然后水又排出来，所以呢就是2次的灾难，才有今天的吉隆坡。因为英国人以这边为行政中心。
来西亚的城市规划展览馆，要盖这个展览馆也是一个不简单的事啊。一个国家他敢把他的未来计划告诉你啊，代表是什么？这个国家有前瞻性的未来啊，所以他盖了展览馆，不断的在告诉你他将来要塑造的马来西亚是什么样的风情啊。OK， 那我们来到了独立广场。这个独立广场呢，在皇家雪兰绒俱乐部。这个呢，特殊风格插了一个旗子，基本上是英国殖民统治者所兴建的。来到了吉隆坡，你可以看得到，当时英国人在这边做了城市规划。那独立广场来电了城市的许多历史人物的历史图片简介，我们基本上是没有进去哈。为什么？因为独立广场外围，吉隆坡的独立广场周围许多的历史意义的建筑呢，破百的岁数啊，比独立广场里面的相片还要吸引人啊！独立广场已经变成来吉隆坡旅游非来不可的地方。左边那一栋三角形的建筑物，哇哈，这一栋呢，我们也可以讲它就是最有名的国际地标。为什么啊？这里呢，在城市艺术走廊的旁边，这里呢可以看得到吉隆坡的旧火车站。独立广场旁边周围的很多的历史文化景色呢，我跟你讲，怎么拍都美丽的吉隆坡，怎么拍都美丽的独立广场。那这里是吉隆坡的国家英雄纪念碑。国家英雄纪念碑呢，在于追求自由跟和平之路所牺牲的英雄们，尤其是呢，跟这个马来西亚共产党武装斗争时期为国牺牲的英雄。国家英雄纪念碑树立了全球最大的铜质独立雕刻作品。国家英雄纪念碑纪念着在于1966年由著名雕刻大师创作，他还创造了华盛顿著名的硫磺岛战役纪念碑，在这个地方，椭圆形的基座上面立着7座铜质人物的雕像，每一个人物分别代表着勇气、领导力、牺牲力量、苦难、团结跟警惕。其中最高的人物高举着什么？马来西亚的国旗，就竖立在7尊雕像的正中央。它的左右两侧均有着2名全副武装的战士护卫着。左侧的战士手持机枪，其他的武士们呢，则是步刀跟配枪在这里。那这旁边还有一个东盟公园、拉萨纪念馆，纪念已故的马来西亚第2任首相。那我们现在从这一个纪念碑走向它的国家英雄广场，就我刚刚看到的，在追求自由跟和平之路上面的几尊雕像啊，这是每年7月31号国家纪念日，马来西亚最高元首、首相、军方、检方都会来到这个地方献花，向逝去的英雄表达了敬意啊。那这旁边呢，也就是1960年代首任总理东姑阿杜拉曼出访美国的时候受到的启发，聘请了当时的著名设计大师，建造了这一座纪念碑。国家英雄纪念碑除了纪念1914年到1918年第1次世界大战跟第2次世界大战为国捐躯的英勇战士们呢，还有包含了抗共而死亡的11000名马来西亚武装部队成员及人民。这是当时发生在1948年到1960年代的马来西亚紧急状况抗共战士们。
来到了马哈迪博物馆哦。这个地方是马来西亚的第4任首相哦，也是马来西亚任期最长的一个首相，是医生，也是政治家，做了许多的建设哦。马来西亚经济转型的重要人物，伊退休了，把引导关出来，当做博物馆哦。但这内底呢，袂使翕相哦，但是呢，嘛是感念的讲吼，这个马哈迪把家己的厝关出来吼，做成什么，互大家会使看到的所在吼。即摆呢一定会使啊吼，录影上啊看几个所在哦，叫你莫翕尔哦。上早以前当开放的时阵呢，是不准人哦来遮看吼。但这内底吼所徛的所在无介大，很简朴自己家里面还有自己家里面的专门的理发座椅啊。那马哈迪以前呢，不让人家帮他剪头发，免得头发被拿走哦。因为在当时的在马来西亚南洋地方哦，很流行一个叫什么下蛊啊、下咒语啊。所以呢，这个马哈迪呢，在当时的迷信社会底下呢，还是很小心的哦，不让自己呢变成了被下蛊做法的对象哦。马哈迪的故居也可以让人了解到马哈迪，马来西亚第4任首相，从校园时光到作为成功医生，到后来变成了国家首相的一个剪影啊。那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得到非常简单的一个木屋，在当时马来西亚这样子算是很简单了。长达23年的马哈迪以一个医生进入了马来西亚的国会，历任各种任内的内阁职位，在1981年出任了首相。所以了解前马来西亚首相的生活，就看这儿他自己捐出来的官邸啊。现在来到的马来西亚的苏丹皇宫啊，马来西亚苏丹有好几个他们从了每一个省份的每一个苏丹每一个地方选出一个统领马来西亚的主要的苏丹王那我们现在呢也来到了吉隆坡主要的苏丹那每一次呢选出来的任期呢，就由这几个在不同区域的苏丹来去任职啊。你了解不？所以马来西亚你看是一个华人很多的社会你看是一个呢讲华语都能够通的地方，但实际上呢，你来到这里呢，你也可以看到什么？也可以看得到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这个怎么说？它的回教文化在这边呢，带有非常非常强烈的风格那在这里呢，你也可以看得到，在马来西亚。马来人他们所信仰的主要宗教就是什么？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伊斯兰教喽。这里就是养鹅夜市。我喜欢马来西亚的夜市啊，马来西亚的夜市带有一种特色啊，这个特色是什么呢？就是马来西亚的夜市不是有很多宝而是这个马来西亚的夜市有很多特色小吃，属于南洋风味的小吃，包含了南洋风味的水果。在马来西亚的夜市，慢慢地走，慢慢地走，就是可以看得到虽然每一个国家的夜市情况会不太一样但这是道道地地属于马来西亚的夜市
有时候你就去逛中国的夜市，你会发现中国的夜市逛起来几乎都是如出一辙，对不对？但是你来到马来西亚，你谁亚切心哦，你也在看了，你看看啊，伊斯兰的拿回高的啦，马来西亚当地人你家华侨融合当地，我前面有介绍过娘惹啦，等等啦 ，anyway 很多很多的吃的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找寻得到属于马来西亚自己特色的小吃。我的认为是这样不管这个国家吃你会合不合但是呢，这个国家一定要有属于他自己的特色产品小吃也是一样如果你从南到北卖的吃的都一样，那不就失去意义了吗？布特拉回教堂俗称玫瑰清真寺、粉红清真寺、水上清真寺，马来西亚首都布城的一个回教堂它也位于在马来西亚的未来城位于布特拉湖的旁边紧邻的首相府跟布特拉广场这个1997年的动工兴建，2年后耗资了2亿5千万令吉，外墙呢是粉红色的，有9个圆顶最大的一个呢高达了50公尺。再的再告诉你什么？再的再告诉你说，我是这个回搞一个国家，一座高达116公尺的悬礼塔，可以容纳15000人聚集在这个地方。这附近呢也有最有名的叫做太子城。太子城呢是一个依照未来所打造的城市但是呢，我们先来看看繁忙的吉隆坡，发现新旧的并存，东西交换的冲击与浪漫。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先来看看粉红清真寺，也来到了最热门的粉红清真寺的布城有没有看到它不是真的画成那种漫画少女的那一种粉红色但是呢，这种粉砖瓦色的呢，已经哇很不得了了这几个地方呢，外观是粉红色，里面也是粉红色的建筑只是呢，可能跟我们真正想象当中的粉红色呢，有一点点的没啥相同但是在回教的国家当中呢，它还是算上了粉红色啦这就是它不一样的地方，了解了粉红色的粉红清真寺这个古都遗址，哇盖有这个现代化的粉红清真寺，马来西亚的这个历史文化也算有一点久了所以呢，在这边呢不太一样，而且呢，在这里呢也不是每一次你都有办法进来看的很多人参观清真寺的时候可能不太了解你会以为来到清真寺，不安排你比亚会觉得呢去用卡去用骗你来到教堂，想那比赛好难比都用一下安排。清真寺想到不啥好，那里不是呢有时候不是这样子的，别误会了第一个，很多国家的清真寺，很多国家的教堂，有的教堂是要收钱的，不一样它已经把它当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古迹文物在看，这跟中国大陆的庙有一些寺庙要收钱是一样的。第二个是什么？很多的清真寺或者是天主教教堂呢，你到的时候呢，他常常在做礼拜、在祷告、在望弥撒等等呢，你都是不能进去的，这是当地国家的习俗。很多人会说，那为何不避开那个时间呢？旅游真的没有办法像你们所说的安排的这么巧他有时候要什么时候要弥撒，有时候什么大官要来，你是不知道的。有时候是没有办法按照我们的安排方式，完完全全的去作业它的我们不一定要避开来，我们也不一定说很多的地方呢选择进去不进去而是真的多了解当地国家的文化。你因为多去了解它，你就多有一份的认知，多有一份的知识所以这就是我说的，下一次当你们到世界各国旅游的时候，有时候看到了清真寺，也许你大老远跑来，有时候到了天主教教堂，他不让你进去，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宗教置于所有的上面你看这进来这里面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包起来围起来，有没有一来这就是入境随俗啦所以这就是我跟所有人讲的这个重点所有人讲的重点就是有时候就像在台湾，有时候你遇到这个人家法事啦、法会啦，
各式各样的有时候你到了一个地方要去参观，人家不便你参观是一样的，因为宗教有时候就是如此。所以希望当所有的人下一次当你到世界各国的时候，当你发现有时候刚好遇到他们有活动庆典的时候，进不去，请你也不要太在意这是国家的文化。你说把所有的东西呢，旅游不可能完完全全呢用纸跟笔呢抄下每一刻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依照的这个标准去做的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那旅游多带一点快乐愉悦的气氛，不要认为所有人的服务对你的服务都是廉价的，多去感恩所有人对你的服务，外国人对你的礼貌，外国人销售对你的服务，充满的我觉得一种知足常乐的心态总是在旅游当中会为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人家说呢，给一个别人微笑，人家也会给你一个微笑。我们现在来到了马来西亚的布城粉红清真寺，它也是在马来西亚非常具有指标意义的地方很多马来西亚的回教徒几乎都要来到这边朝拜一下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马来西亚算是一个回教国家，拥有不少的伊斯兰教徒，所以在马来西亚你也很容易见到清真寺。不过清真寺是粉红色的，我相信在世界各地你要看到的都不容易，你必须来到吉隆坡南方的布城，来看上一座粉红清真寺。